大家还记得吧？前几期我们这边是来了一辆面包车，下来2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是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整个小院呢是占地了200多平，可能超出平方了。我们这边的院墙呢可能面临拆除的这个情况。然后呢，这几天我们就和大哥还有师傅们一起商量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。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卫星拍摄，如果拍到了就必须要拆除，如果没拍到的话，可能和村里面打声招呼也可以说得过去。那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院墙及时的给它处理一下，所以今天主要的工作呢，我们就围绕这边来做。把这个院墙粉刷好了之后，大哥就想到用一些绿色的涂料，也就是绿色的外墙漆，把整个院墙全部做一个粉刷，让整个院墙和大自然更结合，融为一体。到时候整个卫星可能就拍不到了，应该这样子是有效果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。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。之前呢，我们在砌这个化粪池的时候，别人就说这个水不能排出去，影响到别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，那边呢做一个进入的一个仓，就是所有的污水呢全部从那边进来，然后做一个沉淀。这边呢就做一个过滤的，到了这个仓之后，这根管子就是排出去的，往我们的砖墙排到外面。然后这边呢是靠近内墙，那边是外墙。之前我们是准备这样子排出去，可能不太好。然后呢，这边内墙的话，我们在外面呢再砌一个小小的池子，做一个过滤的，所有的这个污水呢就出现一个渗漏的，就是渗透的现象，给它排出去，它就不会直接这样子去排，这样子别人应该就没什么话说了。现在这个管子已经全部安装好了，用的都是110的管道，然后呢，对，采用了一些90度的弯头，这样子接出去的。这个位置是最低的，这边呢是高的，那边是更高，一层一层的叠过来。你这个要全部盖还是要留一点吗？板子啊，板子这样子盖嘞。我知道这种啊。一块板应该是60公分，50吧？ 50，不知道是50还是60，应该就是50到60，反正忘了，我们忘记了。这样子盖2.8米就2.8米就2.9米，多一点都不管。不管你是50的好是60好，大概只要3块就够了。3块啊。又交了60是1.8米，交了。是吧？打60是1块1，打60公分。1.6米。1.2米那个是4块小砖。哦，是不是？你这边是砍3块梗的，你那边还要修一点的那个板，哎呀，开个孔不要修一点吗？那我来告诉你啊，你听我讲完啊。我们那里以前做房子盖楼，全部每块板中间都要留个缝，看砖，降低成本。3块砖，3块板，1.5米。啊，打你1.8米，你看，你即使你再看一个整的，不干你割那割啊，跟推高单辫子。你那个板开了之后，它没有力了。怎么开板？我不开板了。我要开个口出来啊！开口是不是要破板呢？怎么破板了？哪破板没用了？我破板了，开板我。那你说怎么搞？我那个盘我裁到这里不是有口，我不盖过来了，不是靠口了。我说这里有个口呀。这里留个口，这个留口就30啊。把这个按个放个档里。差不多。然后把我盖过来，留孔留这里可以吗？孔留在这里。也可以啊，留在中间也无所谓了。留在这个角落。不能。留中间可以吧？他那里有个管，碍事了。碍事，我给你留在中间这里可以吧？啊，中间这里。中间那留那个角了。这个角了。为的我们整那处。这个角了。你留在那里不好留，你那块板过来，你只到那个位置。可以留。那叫留啊？按瞧去。没打木管的，没嘎木板的。过半，从什么地方你可以留，我有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说那边要单独打一块板，就麻烦。没办法了，把地部
不用打板，你们说只是说你们没有搞过这种东西，这样打板。你就把那个一字板从中间锯断了，知道吧？不要知道，那个知道不行，知道用不了的。不知道。你说怎么搞？来，你聪明点，看你怎么安排。来，大约是50个，不是1块板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就是3块，是不是？啊。 3块的话，50，1比5，就是那边只有10个的宽，是不是啊？啊。是不是？我把这边靠这边那块板，大概切个20左右。板子不能切的。不要紧，它这个又不是重的。不切，这个不能。那板子不能切的，不能切的。那个鸡在上面一切都没有。它是钢筋的，里面有钢筋的。我不是全部切断。你肯定不行，那个不行。你什么地方有办法的？那个板不能锯的呀。那板子不能锯，真的不能锯，它里面就是放了几根筋。我知道，筋只有这么大。筋小小的。知道。八。发粪池以后都要盖的，但是在那个角落，大哥说要留个30公分的口子，方便从那边舀点粪水，以后浇菜。然后这里面全部都要做粉刷，防止这些污水顺着砖缝流出去。这个领子全部要拆除了，之前粉刷这个墙面打的脚手架。这边的围墙今天一起做粉刷了，上面是用一块板砖把整个围墙的砖孔给盖住了，达到了1.3米左右的高度。现在就不知道啊，这个围墙全部刷上绿色的涂料，然后卫星上面看不看得到？我们暂时只能这样子去做了。大哥还是挺讲究的，这边他要装灯带，所以现在把这个卡槽先给它安装进去。装了这个灯带之后，感觉粉刷麻烦了许多，看师傅做工都慢了很多啊。上面的话有个10多公分空着，这底下你看装了个灯带，然后呢这边就挡住了这个搓板的位置，所以做工的时候就慢了许多。这边整个砖墙一粉刷之后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当然这个高度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高了，差不多到我的下巴了，要抬起头趴在上面可能不太好趴，才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其实从这里看过去整个景色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这么高的围墙还是有点挡住一些视线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个发粪池的粉刷基本上快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的颜色要深一些，那边的颜色要浅一些。首先呢，这个我们是做2次粉刷，第一次呢是水泥和沙子和在一起的泥浆做第一遍的粉刷，然后粉刷好了之后大概干了，再用第2次来粉刷。这个呢就是全部水泥加了水，上面呢开了个面，这样子呢整个发粪池它就不会漏水出去了，相当于它是一个就像我们农村砌那个水池一样的，这里面的水呢它是完全漏不出去的。所以呢这个样子做的话，它化混的效果要更好一些。这边呢已经都粉刷好了，现在师傅呢正把那边做2次的粉刷，然后明天早上这个发粪池呢我们就要给它灌满水做一个保养，过2天呢这上面的1字板呢就要全部给它盖住了，然后再回填一些土，上面呢可以种菜的。以后从这个过道走出来，这边就是一块菜地，
包括化粪池的位置，我们全部要覆盖住，回填些土。整个菜地呢，将近有60个平方左右，大哥一个人在这边住，然后自己种点菜，不用下山去买了，也挺方便的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围墙究竟是高了还是刚刚好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然后呢，还有个问题，就想问一下大家，我们这个院墙，就之前我说的，涂抹上绿色的涂料之后，这个卫星还能检测得到吗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